来，今天的主角风云710，目前这台车还没有正式上市啊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期视频将会是全网最详细的性能手册，包括了加速、制动、续航、油耗、空间以及优缺点等等方面。记得先点赞后观看。那第一个环节呢，我们对这台车做了加速性能测试。这台车呢，我们先说一下，它是一个2驱的高配版车型啊，搭载是 1.5T 的温达发动机，再加上双电机以及3档混动变速箱。它的官方的年迈加速成绩呢是9秒，那实测到底能跑多快？加速测试时呢，电池电量是91%，切换运动模式，直接地板油到底进行测试。加速起步的瞬间，其实动力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的猛。低速起步呢，只有电机的动力输出相对柔和线性一些。那速度起来之后，发动机介入，动力明显就猛了很多。结果实测最快的年迈加速成绩为8.73秒，比官方的数据呢更快一些。那这个加速成绩呢，说实话确实没有什么惊喜。从体感上来说的话，和一台 2.0T 的中大型燃油 SUV 是差不多的。当然了，因为它有电机的加持，所以在城市代步、起步、加速的时候，它可能开起来还是要更轻快一些。另外就是这台车其实它在时速100之后，动力会表现得更猛些。那总体来看的话，它的加速更像是一条平滑的抛物线。优点是什么？就开起来非常的柔和，动力输出很线性。然后也更加经济一些。那槽点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动力的爆发感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个加速性能确实相对弱了一些。不过也别着急，因为它还有4驱版的车型。4驱版在后桥还会有个大电机，它的年迈加速可以做到5.4秒左右，5秒出头这样一个加速性能。那4驱车型就要崩很多了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奇瑞的这种搭配还挺好，对吧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特别猛的动力。2驱的开起来更柔和，动力平缓一些，经济性也更好一些。那4驱的动力更猛一些，当然了，它的油耗、电耗可能相对高那么一点点。这个呢，就看个人的选择，你喜欢哪一个，买哪一个就 OK。第二个环节，它的制动表现怎么样？其实现在呢，很多新能源车都在强调自己的加速性能或者是长续航，因为对于一台中大型 SUV 来说，你的续航越长，你的车子越重，其实对制动的性能要求反而是挺高的。然后这台车呢，我们做了5次的连续紧急制动，然后看一下结果怎么样。5次的刹车距离呢，最短的一次是36.94米。我觉得对于这么一大台车来说，这个制动成绩其实表现还挺不错的。然后5次成绩基本上都稳定在37到38米左右。那整体来说，制动表现可以给到好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紧急制动过程中这台车它的车身姿态表现，发现没有？整体的车身表现是比较稳定的，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下，你大力制动的时候，这台车它整个车身的稳定性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。关于风云710的加速制动性能就先聊这么多了。下期内容呢，咱们接着测它的纯电续航以及亏电油耗表现到底怎么样。记得点赞关注。